好不好？我们来画一个吧。如果你时间方便，你就来画；如果你觉得累，那么你可以先这个等一等，先等一等。好看是吧？你就先观察观察，看一看。这个我们画的这个挂历也会放到咱们的回放里边，你都可以看得到，都可以看得到，是吧？桃林的感觉，颜色呢它很丰富哈，对吧？颜色很丰富。我拿一个大图出来。好，好，这个画呢，我们要画的相对要给它概括一些，十里桃花林。来，我们用一点浓重的墨色，是吧？来点浓重的墨色，把咱们这个底部的谢谢咱们的博云儿来了，夸夸夸刷礼物是吧？好，然后我们再大约画面整个的这个没有加参考件哈，我也是临时给大家画的，就在整个画面的右侧的边角是吧？我们来一些台阶是吧？来一些台阶，那么这个台阶可以稍微的，比如说宽一点点，比较宽一点，然后再往上方走，再往上方走。对，昨天画不是昨天呢，是年前咱们带大家画过的是江南的春晓是吧？2022年的最后的那2张案例。这张画啊，繁花的景象是吧？绿树青葱，旁边呢有小桥，还有呢蜿蜒的瀑布。那这张画我们会用到的颜色会比较多哟啊。累了你就先看，如果你方便，你可以尝试呢一起来画一画。啊，喝个水，在右侧我们就加了一点台阶啊。然后我们在它的边角要保持一定的间隔的距离，我们需要比如说用淡墨给它铺上一些笔触，把台阶是吧？大概形态给它衬托出来，不一定要特别的完整。屏幕左侧的案例去掉吧，我们得用它做个底子，但是应该不影响大家的观看前方，好吧？不影响前面的内容。来，在这个边角，我们要高矮错落的加一些小草，还不休息吗？我们今天带大家画一个挂历吧，是吧？之前有小伙伴说老师带他画一个挂历，我们是答应了的，所以今天我们就来兑现。来，我们呢在这个底部啊，累了你就劳逸结合着自己根据实际情况来，好不好？多多的休养，尤其是假期，是吧？我们也不希望大家太累，如果你方便，你就来一起画一画。好，高矮错落这个，我们来加一点这种小笔触。啊，今天咱们画完那张画还挺。时间还可以啊，如果你要干饭了是吧？要去做饭了是吧？你都根据实际情况来。但我们说闲暇的时光呢，画一张好画呢，也是很不错的。是吧？稍微的用一些淡墨来点缀一些杂草之类的这种笔触，是不是在这个叫但是你要坚持一会儿，你就会看到画面的这个视觉效果了。
微微的带了带，然后上方也是一样。就是小的这个台阶的上方，然后我们再来画这个旁边，它不是有一棵树吗？在画这棵树的时候啊，大家记住，中间它有一些很多地方是断开的，因为这个颜色它非常的薄，如果我们的这个树的颜色也比较重的话，就很容易让这个画的这个，它就容易把这个就不够空灵了，对不对？好，比如说在这个小的台阶的左上角，我们来一棵树干的一个粗度。好，然后上方，所以要衔接，大体要能够衔接到一块儿嘛。它要虽然说是断开的，我们经常不讲一句话叫笔端一连嘛，这是中国画儿经常的讲究的地方。好，从它的左侧，所以也是有一些衔接和断续的。推远一点，你是不是才知道我画的位置在哪儿？最高的点大约也就画到整个画面横着中心线靠上3指左右，2到3个手指。好，顶部的它的这个细节呢会更加的清晰一点点，清晰点。下方呢，它被这种繁茂的，你说是桃花儿，是吧？或者是其他的花儿也可以，是吧？遮挡的比较多。这张画啊，你可以先不画，可以尝试的看一看绘画的一个过程啊。你在看回放的时候，自己心里边更有数。好，我们把这个2棵树干的交叠的关系是吧带出来了。右侧这树干它是有一定的粗度的啊。虽然我们现在是正值春天，但是不正值这个冬天了，马上春天就要到来了，是吧？春节呢离我们都只有不到，还有半个月吧，半个多月，是吧？大家伙儿都要开始收拾行囊，归心似箭的，是吧？如果在这个不在和家里人不在一个地方的，都要开始想着回家了，是不是？江南的美景。好嘞，稍微的带一带。好，往下大概留个1指左右，是吧？我们又要来给它左侧呢出一点枝啊。这棵树出枝这块呢，可能看起来繁琐，没有太多的视觉的体现，是吧？但是一会儿你就能看到了。前期像画山水前期，你就看不到特别明显的效果，对吧？有很多小伙伴一刚开始看啊，黑乎乎的一片，是吧？什么都没有，看不到内容，需要一点耐心的。精彩往往就在后边的，就像我们很多小伙伴刚开始画，是吧？
你自己画的一个过程也是这样。刚开始画的时候是不容易出现效果的，越画呢，它就效果会越好，所以要多练习。有的时候呢，不一定是，有的时候说可能会自我怀疑说啊，我是不是没有学画画的天赋？是不是？我们这个现在的学习谈不上天赋啊，谈不上天赋，就是你画的多与少，是不是？熟练与否，基本上都是这样子。好，谢谢大家的助力的人气票。好，谢谢。来，我们来点点弹幕啊，来点点弹幕。再从它的右侧走，再从它右侧。好，把咱们的这个树的树干是要给它夹出来。这个出枝是吧？大家可以更灵活一点的去叠加，因为它出枝本来不是特别的明显，但是要把这个画儿看起来衬托的比较丰富，它就需要一些出枝的去添加。好，在它的底部，在这个树上下，你看衔接，中间虽然有很大面积是吧？我们是这个留白的，但是呢，我们还是要给它能够续得上，是吧？大概能够续得上吗？好，左边这棵树还是让它粗一些哈，两棵树一胖一瘦，呵呵，一个胖一点点，一个呢稍微的苗条一点。然后呢，在它右侧，我们稍微的再来一点小的树枝，是吧？给它丰富出来。好，高矮的去添加一些出枝，然后一会儿我们都那个染色，这张画染色其实是比较容易出效果的哈，很快就可以把它点染出来，很快点染出来。大家伙儿在做午饭了吗？有的小伙伴会告诉我，哎，每天会告诉我，每天这个买什么菜，做什么饭是吧？几点在做饭是吧？哪一天是吧？因为画画是吧？盐放多了，或者是这个菜做的怎么着了是吧？可以，咱们可以能一心二用呢。你比如说，你可以一边做一边听啊，应该是可以做到的。当然就可以专心的做一件，也可以，是吧？在做，好不少小伙伴都这样啊。也是今天放假嘛，我们呢就多画一张，下次我们依然是保持不耽误大家的饭点儿。本来昨天想带大家画一个挂历的，昨天又是元旦，对吧？元旦呢，我们想着就轻松点儿，简单点儿。好，这个树木是不是开始丰富起来了？在它的右侧的上方这一块呢，说我们呢可以高矮的叠加叠加。你只要自己能够掌握这种出枝的规律，对吧？它的长短、主次和疏密的节奏，你画的可以跟咱们的原作，你都不一定要过多的去拘泥于原作的一些细节，啊，自己都可以给它加出来。
然后左边加一下。画的废寝忘食了是吧？我们之前不是说过吗？画好了秀色可餐，画不好你也气饱了，这多省粮食。是不是有的小伙伴是这样子的？画的，这自己都想撕掉了。不要这么暴躁，不要这么暴躁。好，然后我们再来点上一些点，小的胎点，小的胎点。好，在这个后方是吧？我们还可以来上一些小树。这一块你可能确实没有看到明显的效果出来，对吧？其实很快的啊，这张画，就是繁复的地方就在这个树这一块。虽然我们之前点过一些叶片的点，上面我们还可以用一些浓重的，是吧？笔点有一些层次，是吧？给它疏朗的在里边，有一些浓淡的层次往里边去叠加叠加。树木我们大概画的差不多就行，不用画的特别的特别的繁复啊，特别的繁密。比如说它在前方有一棵细小一点的树，那这棵树的这个细节呢是最繁多，最繁多。好，越是这种断开的，是不是大家又不知道该怎么去处理了？你说我这刚学会，慢慢练，慢慢练。刚刚有小伙伴说都是一个风格的，我们呢会画的很多很多风格的，但是呢，我们还是也要根据大家的能够可接受度来，是吧？来选择。好，你们想画陆延绍的作品吗？或者傅抱石的？画的好，我们都很喜欢老师画，是吧？画的好，差不多心都着急，是吧？傅抱石的，但画他们的画啊，可能都不会特别的直观哦，都不会特别的直观哦。就是当然他们的这种笔意啊更高，当然我们可能画起来也会更加的，如果你掌握的比较熟悉，你也会更加的畅意，是吧？不用像我们现在这样一笔一笔的去看着来，因为他们的画作，确实是比较要这个写意性的更强，写意更强，毕竟是一个时代的巨匠，是吧？时代的巨匠。可以试试是吧？我们哪天可以画个小尺幅的给大家试一试。好，往下走，这块儿可以留一点白，把这个树干是吧？双钩的，大概给它勾勒出来，好像不像一个繁是吧？非常的这个繁茂的一棵树，是吧？它就姿态就有了。身上没黄金币的都挺好看的，是吧？
他们的画儿相对来说比较基础，就是对于我们中国画的绘画表达来讲，他们比较基础，比较符合我们比如说很多嗯刚开始接触或者说我们想画一点儿作品，这个装饰家里送朋友啊等等啊的表达。但中国画的那种这种意趣高古的表现呢，或者说笔墨非常的超然的绘画的，它不是那么的直观，是吧？甚至于有些我们经常讲的意象，甚至于对于很多小伙伴来讲，甚至它都比较抽象，对吧？啊，有了解过的小伙伴可能都知道。这张画的作品大家能猜到啊？我忘了给大家介绍了，这张画是谁的画了啊？我们昨天带大家画的那个案例，大家还记得吗？是不是？这个画家叫什么名字？是不是叫黄汉，字焕吾啊？这个画也是他的作品，也是他的作品。这也是小伙伴们推荐的啊，小伙伴们推荐的。那以往像我平常自己画的话，是吧？我可能画的这个内容呢，就是那种大家可能不会特别的喜欢的，是吧？啊，来，我们再来勾一个小船儿，是吧？我们把这个小船儿给它勾勒出来。对，现在画的这张案例也是黄焕吾的作品啊。好，后方它像是两只船，大概像两只船的感觉。好，船身是吧？给它稍微的添加，风格好像宋文志对吧？宋文志呢画了很多的那种江南的美景。好，这张画其实我们的局部的细节没有特别的多啊，所以应该耽误不了多久，耽误不了多久。上面有一个竹篙是吧？有一个撑起来的竹篙的感觉，啊，也可以说是桅杆吧，啊，桅杆都可以。用淡墨侧锋把小船儿，所以一张亳州与这个繁花树下的景象。好，来把这个小船的侧面是不是给它加重了？讨论乐的是吧？好，他们的画作呢就是偏我们平常的观赏性一点，偏观赏性一点。那对于比如说更传统的这种绘画呢，都有。我们不是更传统的绘画是吧？临摹作为赠送的历代名家临摹课是吧？经典的临摹赠送给大家了。因为有的时候在直播的时候，很多小伙伴可能会是吧，不一定很好的来画这个传统的人画作，是吧？喜欢是喜欢，好也知道是好，画起来就要点时间了，甚至于要有点精力的投入了啊。好，左侧我们把这点树画完，把这个右侧的房子给它加出来吧。先把右侧的房子，这个房屋是吧？各位小伙伴可能很多人都想住在这儿了，是吧？这么漂亮的房子，周边这么美丽的风景，好，房屋的这根线，它画的呢都是断续一点儿，没有画的特别的流畅。对，
就是你也不能强求人家理解。你想一想哈，那些画作虽然我们称之为经典哈，那也是那些画家他要经过自己经年累月的这种技术的这种锤炼和沉淀，是吧？他才达到的一个视觉的达到的一个艺术的境界。你让人家小白都能理解吗？你这样做是不是也有点太不符合我们自己一般学习的这种规律了，对吧？你也得学会尊重一下自己的原始的这种，是吧？这个观感的一个感受。那有的时候我们会说啊，这个画好，那个画好，那你也要看一看对于哪些人而言，这些画家也不是说一上来他都能画得很好的，是不是？李可染经常说的一句话叫“笔下废纸3000”，是吧？那都是这样锤炼过来的。然后你把自己这个大师沉淀的这个学习的过程全部省略掉，然后把他的这个最后的一个结果抛出来给一个小白，你觉得这样的做是不是对大家而言这个礼貌吗？他礼貌吗？一个是他有他的时代的背景，也后人呢确实他可能确实是标成百代的经典的画作。你想想那些传统亘古经典的画作是吧？它都不是一时半会儿能够画完的。好，房顶我们大致给它带点瓦片，瓦片你这就是一些弧线是吧？你不用跟着我画，你也能把它带出来，也能给它带出来。所以我们学画画，大家记住了，从自己兴趣的角度入手，这就是最好的方法，最好的方法，没有比这个方法更好的了。别人告诉你的方法，是吧？啊，我告诉你这么学，这么学，如果你不喜欢，你都肯定学不好的。只有你喜欢，一个步骤一个步骤的来，是吧？它需要有一个阶段，有一个过程的，有一个过程的。好的画不仅你知道，是吧？大家可能都知道，是不是？好的经典的作品，即便我可能不是那么的懂，对吧？有的时候我们即便是可能刚开始接触不那么懂，多多少少你也会感受到它一些比较卓越优秀的地方，对不对？那么不好的画大家可能也能看得到，就是中间很多时候我们要做的是什么？它不是说好和坏，我们做一个二元对立的一个判断就可以了，而是我们要在这个好的里边去进行排序，是不是？好作要进行排序，学习的过程不是说一下子我们就能够一蹴而就，是吧？毕其功于一啊，那是你想的太多了，对不对？它是要有一个循序渐进的一个过程。当你有了兴趣，有了基础的笔墨技巧，你再去攀登更高的山峰，那么我觉得你可能会走得更远。啊，一上来一上手，看到那些传统的画作是吧？你都发怵，黑黑白白的是吧？你不可能把它画好的。对于我们现在的画作而言，是吧？它其实没有太多的一些，我们说的一些对错的区别。绘画它是多元包容的，如果你只是说某一种好，那就代表了其他的都不好。没有那种好，不要全是用好坏去判断。我们刚说了，做一些优秀的排序，那么这才是我们需要去注意和了解和观赏，去建构咱们的这种审美的体系的地方。名字就像画风，呵呵，太梦幻了。好嘞，其实还是比较容易上手的吧。然后我们再从这个左上角，让我们稍微的添加一个树枝，从这个房屋的后方来，稍微的给它勾勒一点儿。
是吧？有长有短的。老师莫不是得了学习猪？啊，我们平常不也是差不多是这样子的吗？以前我们不也画过挂历吗？啊，我们只不过是沿袭了我们的这个平常的一些传统。今天不是大家昨天过节，我们都让大家很轻松的。今天刚好我们得空是吧？可以多画一点儿。如果你累了，你就先看一看，好不好？啊，咳嗽是不是好点了？对，昨天咱这个耽误了大半天了，这去弄这个。好，在这个房屋的上方，为了让它不咳嗽，哎，右侧是吧？稍微的加一些树枝，把它给丰富起来。好，大概就加到这儿，大概加到这儿。去买萝卜了吗？不是，之前的咳嗽呢是有一点咽炎，然后呢喝了一点，做了一些检查之后发现都正常，指标都正常。好，所以大家伙儿啊也要注意健康。好，左侧我们再来点树就可以染色了啊，染完色画面的效果就可以开始出现了。来，再来，感恩的勤奋猪。以前有小伙伴说啊，这一年平均一年是吧，做到1个月更新一次都不容易。现在更新的就多了，就多了。好，从左下角我们呢再来稍微的加一点点小枝，稍微的丰富一下。好，然后给它稍微的再添加出来。有的树呢，我们不一定能完全的给它接上。所以我们在学习绘画的时候，你要知道，我们画画是一个比较艺术类的门课，都相对偏感性一些，所以你一定要从尊重自己的这种原始的这种喜好，是吧？你可以有一个阶段性的，是吧？成长和引导，你要给自己这样的空间，不要是别人说好，是吧？就是好。如果别人确实说好，你也能感受得到，是吧？那你就从这个角度去入手就可以了。如果别人说好，你本来不喜欢，但是呢，我得装着，是吧？忍着，不然这显得我的格调不够，是吧？那没有必要，还是要尊重一下自己哈。当我们最真实的想法或者我们真实的观点，老是被这种外在的一些其他的方式呢给束缚了，是吧？你会让自己很难受的，很难受的，也难以让自己达到一种自在自如的一种状态，学会画达到一种自由独立的一种状态。好，对，这是我画的一幅挂历啊，画的一个挂历，也放到咱们的这个回放里边的啊，放到咱们的回放里边的。这个都不算一节课，我们说的120节完整案例是吧？就是我们平常带大家用，比如说卡纸啊，或者画的比较，完整的，是吧？画的挂历呢，咱们都不算在里边，好不好嘛？
这样的话是不是更小伙伴们会学习起来更有动力了？啊，你不用担心课时的多少，而是我们以学会能够坚持我们自己的兴趣为主。四角出枝吗？各个角都可以出枝是吧？各个角度都可以出枝。好，后面有一点小的流水啊，小的流水，我们可以带一带啊，稍微的带一带就可以染色了。回风当中有日历，有，就是最近不是在12月份嘛，这不是贴近我们的元旦的时候，我们带大家画过好几张这个日历，大家可以在咱们的回放里边去找一找12月份的课程。然后我们的课程呢，给大家分了单元的，有比如说现代画家作品的浅析，也有古代画家的作品浅析。以后如果我们画的朝代多了，可以再给它分的细一点，比如说宋元明清，都给大家分成单元。好，这一侧来点淡墨啊，来点淡墨。好，从上往下，好，把这个河流是吧？河流给它带出来。但边角我们一会儿给它过渡过去。每天喝一碗，喝一碗什么？来，在咱们的水口是吧？依然间隔一点这种石块，这不是我们一般画瀑布是吧？常用的方式，周边留白，先给它留出来。我们只是把形态画出来，形态画出来之后，一会儿我们要怎么去处理，对吧？都好说。好，先把水口水口的形儿找出来，然后我们再用淡墨的方式去给它衔接或者说把这个形态呢画得更完整。宁愿再画2幅，为啥再画2幅？那不得饿着肚子了？好，好，有没有在跟着画的呀？有跟着画的来敲个数字1，好不好？当然我知道很多小伙伴可能手上没有挂历，没有挂历呢没有关系哈，你可以在家里边自己用那个裁个33×33大小的尺寸，方形的都可以的。是吧？我想很多有经验的小伙伴，对吧？都应该是用那个家里有那个卡纸，对吧？33×33的那种卡纸我们这个橱窗里边的小黄车里边也有，那卡纸呢，一般的那些尺寸的都有。对，在纸张上画也行。好，好，咱们把这个小船下方。这么多人在画，这不很正常吗？要是他们不画，是吧？这才尴尬呢，是不是？好，我们呢现在拿出这个颜料来哈，我们来开始染色了。染色了啊！我们拿出这个
是不是我们常用的这个春江万物的24色？我们今天会用到来点曙红色，我们以前都没用过红色，对不对？啊，你可以把牡丹红拿出来，一会儿可以调点丰富点的，对不对？朱砂也可以带一带啊。然后我们依然是花青者是其他颜色就又需要点藤黄这里边。所以你看一眼画，你就知道这个画里边大概用了哪些颜色，这就叫色感，是不是？你看一眼你就知道这个画里边大概用了哪些颜色，你就自己心里边就有底了。好，我们先用这个曙红，是吧？先用曙红，它这个画里边还用了太白哈，你看起来那么的丰盈，是吧？它最后是用太白这个颜色来，这个点了点的哈。那个，但是我们估计点不了太白，因为干不了，因为我们这个肯定干不了一会儿。好，用小白云啊，看好了，我们要开始染色了啊。是吧？在外地。好，我们用曙红色，是吧？用曙红，不能让它看起来那么的跳跃。来，加点赭石啊，伙计们，记住了啊，小伙伴们，我们加点赭石色，给它调和一下，让它的这个颜色的纯度啊，让它颜色的这个纯度变一变，是吧？不要让它特别的跳跃，是吧？那么的猩红，我们让它呢灰一点点，那就要调和一下。好，水分控制好，水分控制好。这个时候你需要怎么去染？是的，就是这样一别啊，稍微的再加点水，让那个颜色就是一块一块的啊，让曙红的颜色稍微的明显一点点，稍微明显一点，就是一块一块的颜色往上面去叠加就可以了啊，然后把大概的一个树叶的一个形态。给它点染出来，啊，染出来。对，颜色纯度呢不要太高，一般情况下我们画画的时候啊，都使用的灰色更多一些。纯度太高的画儿，对于初学而言啊，其实不容易把控。有的时候，当然你画到一定的程度了，画到有一定的经验了，那么你可能对于这种纯色的使用呢，会更加的方便一点。所以你看这个染色的方式是不是很容易嘛？好，稍微的加点点水。他的画作就是黄焕吾，是吧？这个画家就叫黄焕吾。他呢也是他的老师，你们知道是谁吗？他的老师就是岭南画派的第一代的那一批画家，比如说高奇峰、高剑父啊，我们说的二高一成嘛。他呢这些画家都是什么？当时留学在东洋，就是日本，是不是？在把那种西方绘画的这种，比如说水彩、撞色呀，是吧？撞水呀，这些技法呀，运用到咱们的中国画里边来。所以你们可以看到，20世纪的画家，其实你如果你非得拿传统作为一个唯一的标准的话，你可能会确实会有一些，你不太会喜欢这样的画。但是如果你从多元的角度来讲，20世纪的画家是非常有活力，而且呢，是吧？他们非常的多元，风格呢也是可以说是精彩纷呈啊、应该是中国画史上的也是一个重要的高峰，一个重要的高峰。创作的形式呢不拘泥于某一格，因为大家都在通过各种各样的形式，是吧？来什么，是吧？来改良和促进咱们的文化的表达的氛围，或者说让这个更多的世界的人呢认识和了解到。
是吧？你就围绕着这些树枝是吧？你去染这个颜色就可以了。先把这个大的颜色染出来。你染出来之后啊，不是说染一片就行了，而是我们需要后面还要去给它点。我们现在也没法点，我们稍微用一些概括一点的笔触。是点出来，它这个先大面积的铺完了之后，它的这个上方是点了的，只不过我们这个干不了，它就没法点。但是背景你不把它点出来，它上面是用太白去点的，用太白去点的。太白去点的话，那就我们就白底上面去点太白，是吧？效果它可能不太容易出现。好，好，在画的时候，你看这个树叶有一些小树，我们也要给它染得更淡啊，染得更淡一点点。比如说后方的，对不对？这真的是春暖花开的世界，是吧？用非常浅淡、非常浅淡的颜色。什么记不住？对，是属红，加了一点点的这个，加了一点点这个赭石色在里边啊。颜色纯度不要太高哈，不要太高啊。其实我们用的很灰的啊，用的很灰。好，我想很多的我们的女性的小伙伴儿，是吧？是不是会更加喜欢这样的地方？这真的是有一点点风貌了啊，风貌了。好，然后我们像这种树的边缘，要跟环境的衔接的位置啊，我们要找一找。这个宋文志先生呢，就画了很多的，画了很多的这种繁花美景。充20万是吧？好嘞，没有在画画的小伙伴，那就点点赞，咱们充20万啊！一会儿就画完了这张画，是不是？好，背景其实它是也要染一染的嘛。好，我们先不管它的背景了，先不管它的背景了，我们先把这个前面的树、前面的花儿，大致啊，就是在这个花儿啊比较繁茂或者颜色浓度比较高的，就是在顶部。你看我们用的颜色其实都很淡的哈。如果小伙伴你要点的那个点或者颜色纯度太高，或者用的太浓重啊，它就不够梦幻了，就不够梦幻了。嗯，好，这张画同样放到咱们的回放里边啊，它不算一张完整的案例，我们就不算一节课，它就不算一节课。也让我们的小伙伴也可以自己去练习。好，房屋的侧面是吧？用这种花儿染一染。好，底部我们要用一点点，比如说把笔呢洗干净。我用的什么纸？这是特警
特进皮，它是是一种宣纸哈，这是一种挂历，它是一个挂历，它是上面贴了纸板的，贴了纸板的。好，花青和我们的这个石绿是吧？调和一下，是吧？调和一下，我们来画一些草啊，画一些草在我们的这个在这个底部的位置上，底部的位置上。好，岭南画派大家都熟悉的是吧？在20世纪非常著名的，其实应该说最著名的两个画派，是吧？一个就是我们说的海上画派，就是大家都知道，就是上海一带，就是我们中国画嘛，上海一带。再一个就是岭南画派，对吧？岭南画派的代表性的人物，我们刚刚说到二高一成，对吧？二高一成。然后像这个画家的老师就是高奇峰、高剑父他们不仅有学习西洋绘画是吧，东洋的这种一些绘画的方式呢都有了解，所以他们的这种革新的绘画的技法呢也比较多。你要知道，创时代之新、创今日之新，受到的诟病往往都来自于传统，对不对？因为传统它保持的这种价值的观念，它跟这种先进前卫的这种人的思想，那肯定是有一些出入的，对不对？左下角的树不画花吗？哦，要，哎，你不得提醒我了的，这我这脑子。好，我们用这种小的叶片给它点进去。好，丰富下来。你如果想要这个颜色，比如说暖一点，加点赭石色，对吧？调和一下，赭石色调和一下，颜色纯度不要太高。你看都是灰调子的，特别容易和谐。以前我们不经常说一句话叫“红配绿赛狗屁”，对不对？你这个冷暖色的这种，尤其是红色和绿色这种互补色，也是对比色嘛，不容易把它画的协调。但是你要稍微熟悉点的，其实都可以。海派传统的东西多一点儿，看来这个小伙伴啊，乙重志这个小伙伴还是比较熟悉啊，咱们这种绘画的内容的。海派呢，确实，你比如说吴昌硕是吧？海派的电军人物，他们的这种传统的功底呀、金石的风味呀，要更足一些。那因为大家都知道，因为历史的原因是吧？上海和这个广州啊是比较早成为通商口岸的，所以商业氛围气息呢更浓厚，而且外来文化的交流呢它会更多。所以他们的画作有的呢可能更西化一点，有的呢是吧？它要更传统一些，对不对？喜欢吴昌硕对吧？好，来，我们来掂掂这个藤黄，拿个干净的碟子哈。这个时候就是同类色里边呢，去找点丰富的层次就行。海派文化更多，这个文化的定义啊，是吧？它不能把它定义狭窄了。绘画我们更多是从风格的角度啊，当然中国画它讲究一种品地，是吧？一种格调，是吧？你可以适当的从格调的角度呢去区别，或者说去感受。你要那么说谁更优更劣，是吧？那就打架了，那就要开始打架了。艺术的创作它绝对是多元的，是吧？如果我们以某一种标准，是吧？你去仅仅是某一种标准的角度去说，对吧？它很容易就狭窄了。好，用一点点藤黄，加一点这个赭石色在里边，
颜色更容易调和一些。就不同的价值体系是吧？你如果按照西方的绘画的那种素描的造型艺术的标准是吧，他来看待我们的这个绘画的话，看待我们这种绘画的表达的话，那肯定人家也会持一种批判的态度，对不对？好，很多时候我们刚刚给大家讲过，刚刚我们已经说过一遍了，不需要你去做二元对立的一种判断，谁优谁劣，对不对？作为当代人，你有一定的审美的基础，是吧？那你都能知道，对吧？知道的人不用说，不知道的人说也没有用。你有一定的审美基础，我们按照某一种价值体系去评判其他的这种绘画的话，这种标准的话，就会让我们自己变得狭窄了点单一了点儿。我们中国画儿，它其实是你要从这种共性、个性的角度来讲，中国画儿它更讲究什么？大家觉得更讲究共性还是更讲究个性？对，我们中国画儿其实它更讲究的是共性，美美与共，和而不同。所以很多时候，所以我们的绘画呢，当然你比如说我们画这种树叶，就是我们以前给大家讲点叶和夹叶法，它夹叶和点叶法。它就会有一些，比如说我们为什么这个叶子长得本来不是这个样子，对吧？但是为什么要这样去画？就我们说讲究共性的话，有的时候它就容易产生一些，比如说偏程式化的表现，对吧？偏程式化的，比较符号化的表达。来，我们把左侧这个树是吧，给它点出来。我们很多时候呢，可能都在向往一种高级或者说比较卓越的地方，但你要记住哦，是吧？高下是吧相迎，高以下为基础。我们的绘画学习所有的东西都是这样子的。你想总是我们是追求一种高级，批判低级，就像我们平常的这个穿衣吃饭，这些就是最普通最低级的东西。但是呢，只有当最低级的东西呢，或者说最基础的东西呢，得到满足或者得到之后，大家才有条件，才有精力去追求更高的一些精神的品质和追求，对不对？我们不要天天脑子里想着这个就高雅，这个就低俗，对不对？都是相互的，都是互为前提，互为基础。我们的画作在中国画里边经常流行一个词叫雅俗共赏，大家都听过的，对吧？为什么有这个词儿呢？如果我们自己的这个，你可以有自己的偏好，但是我们刚刚说到的，不能是以自己的偏好代替一种价值的判断好，大概的一个画境的效果呢，是不是就有了？就有了。要是我们加上太白，画面可能会更丰富。一会儿我们来敲点儿，像敲雪花一样，是吧？有的时候画画呢，我们刚说了，你也不要想着说我们把每张画是吧？我将每一张画就一定要画的非常标准，以后我可以跟人家说，我从来都笔下都没有败笔，是吧？这样想是吧？那你可能也画不好画，也画不好画。画画你可以让自己去犯错。我们今天说了，多一些尝试是吧？多一些这个新的体验，它或许就是你新的突破如果你只允许自己存在某一种单一的方式，是吧？那你可能就很难有大的进步了。好，我们把这个旁边的这些什么河滩的岩石给它稍微的擦一下。好的，稍微的是吧，染一染，稍微的染一染。
喝口水。好，我们可以来个大一点的笔。哎呀，不知不觉咱们的时间过得还挺快的啊。好，我们把这个，比如说上方是吧，稍微的用淡墨。马上就画完了啊，耐心一点点。耐心一点点。OK， 大致的效果就先到这里。然后我们把这个小的这个石滩，是吧？给它稍微也勾勒一下，台阶勾勒一下。然后我们在上面来一点太白吧。好，告诉大家一个特殊的方法。好，有太白没有啊？有太白没有？我们之前有的小伙伴跟着我一起画过雪景，对吧？我们也敲过啊，也敲过这种技法的方式。好，用我们的这个小的碟子，上方远景可以皴一些墨色吗？可以，你可以选择皴，只不过我们今天就不皴了。你比如说背景，你要再染一点点。它原作呢是染了一些的，它原作是染了一些。有的人画画也哄着呢。好嘞。我们拿一个干净的笔啊，拿一个干净的笔，比如说用我的这个大号的白云笔，然后把我们的这个太白啊，太白最好是用干净的水，是吧？给它调和的呢稀一点，是吧？就水多一点，相对的多一点，然后我们才能更好的来敲出这种像雪花状的感觉。好，有的时候我们可以自己，比如说平常画画画完之后，是吧？多一些尝试。如果这张画你觉得确实效果和你想要的区别大了，差别大了，那你就把它，是吧？甚至于破罐子破摔都没有问题，对不对？破罐子破摔，它都是一种坦然啊。好，你看我们画画是不是多加的自由？好，来了啊，稍微的稠一点，然后多拿一个笔杆，然后我们再，是不是就这样去给它敲上？放低一点啊，不然一会儿敲到满脸衣服上都是，对不对啊？满脸衣服上都是了，就不太好了。啊，这样的画是不是更丰盈一点点？对，这样的话更丰富一点了。就前方这样去点，去敲一敲，后方的不管啊，后方的不管。当然你水不能太稀，太稀了这个颜色即便没有干，它也融开了，对不对？对，后面不用，后面不用。好，然后我们在这个底部这块也给它敲一敲。啊，当然你也不要敲的面积特别大，是吧？这个就水大了，水要适中。你可以先拿一张纸自己试一试，是的，它能敲出这样的点来就行。放低一点儿，敲的力度呢不要过大，过大就容易满脸衣服上都是，对吧？满脸衣服上都是，加了一些颜色，再丰富一下。好嘞，这就是我们今天带大家画的这张桃园的一个景象，是吧？江南的桃园的景象，繁花的景象，是吧？电脑点不了赞，只有手机才能点，平板应该可以点，是吧？啊，船没有上色的吧？哦，我们再加上，这个脑子怎么这样呢？好，我们用点点赭石把小船给它加上。OK， 是不是染出来了吧？来点赭石色就行，是吧？画面比较温馨。现在我们其实画的还比较粗糙，可以把它画的更精细，还可以精细一些。
好，咱们的这个需要挂历的小伙伴哈，在我们的橱窗里边，大家可以去挑选，小黄车里边去挑选，好吗？这个呢是方形的，在我们的第几号链接，大家可以看一看。需要截图的啊，可以先截一下。需要截图的小伙伴可以先截一下。